大家好，我是马儿，专门介绍有关马自达汽车所有资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影片开始前帮我按个赞加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发布的任何讯息。好的，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介绍。现代汽车的安全配备日益先进，导入了许多驱动辅助系统，使车辆的整体安全性有了显著提升。然而，一项国外研究却显示，在正面碰撞事故中，前座乘客似乎比后座乘客更安全。美国高速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（IIHS） 的研究指出，当车辆遭受正面碰撞时，后座乘客的伤害程度通常比前座严重。这种现象的背后原因是，车厂在前座乘客的安全方面提供了更多的保护措施，包括前座正面防护气囊、预缩式安全带，甚至一些车型还配置了膝部防护气囊等安全装置。然而，相比之下，后座的安全设施明显较少，例如缺乏后座正面防护气囊和预缩式安全带，这些都是前座乘客享有的安全功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后座也开始配备侧边防护气囊，但在整体安全等级上仍然不及前座。IIHS 的总裁 David Harkey 强调，这不代表后座就是不安全，而是提醒我们，车厂应该不断改进后座的安全配备，以使车辆的整体安全性更为均衡。根据 IIHS 公布的调查，117起正面碰撞事故中，后座乘客常常遭受严重伤害，其中最常见的伤害是胸部受伤。这表明，在后座的安全性方面，还有大量的改进空间。为了提高后座乘客的安全性，一些汽车制造商已考虑安装可充气的后座安全带，以提供额外的保护。然而，目前尚未有车厂计划在后座配置正面防护气囊。在台湾，有些车型的后座安全带也缺乏预缩式设计，这是一个可以改进的方向。相比之下， Toyota 车辆已经配置了这种设计，这显示一些汽车制造商正在提高后座乘客的安全性。希望其他汽车制造商如 Mazda 也能将更多安全功能引入其后座配置，以使车辆在整体安全性方面变得更为完善，这样可以确保驾驶和所有乘客都能在发生事故时获得更好的保护。如果你喜欢 Mazda， 欢迎继续关注马儿要吃草的频道。如果你有任何关于 Mazda 等方面的问题或想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或私讯我们，我们将会尽力回答你的问题。也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和相关的内容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